2026年4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限德黑兰在美东时间晚间8点前重开荷默兹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川普甚至在社群平台上写下一句令全球战栗的话，大意是今晚可能有一整个文明灭亡，他不希望发生，但大概会。他还说，世人将在当晚见证世界漫长而复杂历史中极重要的一刻，47年来腐败的伊朗终将结束。就在距离这个末日时刻仅仅几个小时之前，巴基斯坦总理紧急斡旋，川普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有条件暂停攻击2周，整个世界松了一口气。标普500期货瞬间跳涨超过 1%， 原油期货暴跌 6%。 但你知道吗？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座岛屿比任何人都更该庆幸这场停火，那座岛屿就是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在美伊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的同一时间，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刚刚公布了一份超过30页的报告，标题触目惊心，叫做《台湾的地狱景象：重新思考不对称防卫》。这份报告详细描绘了一旦中国武力犯台，台湾海峡将变成什么样的人间炼狱。而更恐怖的是，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淖的时候，北京正在暗处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等待属于它的战略窗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个惊人的地缘政治连锁反应。从荷默兹海峡到台湾海峡，从伊朗的导弹到台积电的晶片，从川普的最后通牒到习近平的沉默等待，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决定我们2300万人的命运。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好，让我们先回到故事的起点。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目标是伊朗的关键军事设施和核设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后来把这场战事称为第3次波斯湾战争。开战之初，川普信心满满，宣称美军可以在伊朗天空自由飞行，甚至说伊朗没有海军，没有军队，没有空军，也没有防空系统。他在3月24日公开表示，我们的飞机实际上正在德黑兰以及伊朗国内其他地区上空飞行，他们无能为力。他还说，美国甚至可以攻击发电厂，而伊朗什么都做不了。他的国防部长赫塞斯也附和说，美以几乎完全掌控伊朗领空，但战争的发展很快就打了他们的脸。3月3日，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双座战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2名机组员弹射逃生，其中1名飞官很快被美军黑鹰直升机救回，但另1名武器系统官一度失联。川普事后透露了一个相当戏剧性的细节，说搜救初期收到一则来自失联飞官的无线电讯息，但因为内容提到全能归于神，语气听来太像穆斯林，白宫一度怀疑是伊朗刻意设下的诱敌陷阱。你能想象吗？1名美军飞行员在敌后孤立无援，发出求救信号，结果自己人差点因为他说了一句宗教用语就放弃救他。后来美军特种部队当晚就深入伊朗境内搜救，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搜救过程中跟伊朗军队发生了激烈交火，最后总算把人救了出来。同一天，另一架支援搜救的 A-10 攻击机也被伊朗击中，飞行员成功将飞机驶离伊朗领空后才弹射逃生获救。1天之内折损2架军机的事实彻底戳破了川普政府完全主导伊朗天空的说法。CNN 直接指出，这使得这场原本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的战争进入了更加棘手的新阶段。在一场美国主要仰赖军事优势的冲突中，这些事件凸显了不对称战争的风险，而美国公众早已难以接受这样的代价。伊朗国营媒体甚至发布了击落美军战机的残骸画面，虽然他们宣称击落的是 F-35， 但专家分析后认为实际上是 F-15E， 而且根据残骸特征推断，这架飞机可能隶属于驻扎英国的第48战斗机联队。而真正让全世界陷入恐慌的不是空中的战斗，而是伊朗打出的那张王牌，封锁荷默兹海峡。德黑兰没有选择跟美国硬碰硬，而是用了一招4两拨千斤，掐住全球能源的咽喉。荷默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33公里的水道，却承载着全球 20% 到 25% 的石油运输和大量液化天然气，每天大约2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要经过这里。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数字代表什么，让我换一种方式说，全球每运出5桶石油，就有1桶要经过这条窄窄的水道，一旦封锁，等于直接关掉了全球能源的总开关。而且荷默兹海峡的关键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虽然部分国家有替代管线，比如沙乌地阿拉伯有跨越阿拉伯半岛到红海的管线，但整体运输能力根本不足以取代海运。一旦海峡受阻，全球市场立即面临供给缺口，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能完全填补。布兰特原油从战前约60到70美元一路飙升，截至3月8日就已经触及109美元，部分交易日更飙到120美元附近。全球约 10% 的货柜船受困波斯湾，主要航商被迫绕行好望角，运费与保险成本暴增，保险市场甚至开始退场，很多保险公司直接拒绝承保经过波斯湾的船只，这又进一步让航运陷入瘫痪。分析机构警告，如果封锁持续，油价有可能突破150美元甚至更高。亚洲的天然气到岸价格也出现了约 75% 的涨幅。国际能源总署在3月底紧急发布了一份能源危机政策应对报告，系统性盘点各国政府的因应措施，从印尼的远距办公到欧洲的价格封顶，再到亚洲的燃料配给制度，各国使出浑身解数应对这场被形容为19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中断。而在这场全球能源危机中，谁是最脆弱的？答案让人心惊，台湾。根据经济部能源署的数据，台湾 95% 的能源仰赖进口。我们来仔细看看台湾的原油进口结构。在2025年12月，沙乌地阿拉伯占了 40.63%， 高居第一，科威特 16.98%， 美国 21.05%，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12.13%， 卡达 8.67%。 你数一数，这5大进口来源中，除了美国之外，其他4个国家的石油全部要经过荷默兹海峡才能运出来。也就是说，台湾将近80%的原油进口直接暴露在这条海峡的风险之下。天然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台湾约1/3的天然气需经由荷默兹海峡运输，而燃气发电占了全台发电量的 53.3%。 粗略计算一下，如果海峡运输受阻，可能影响约 17% 的电力供应。这个缺口有多大？根据台电2025年的统计，台湾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已达 22.8 吉瓦，但由于天候条件和间歇性的影响，实际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例只有约 12.7%。 也就是说，即使把所有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加起来，也填不满荷默兹海峡封锁造成的电力缺口。更让人捏把冷汗的数字来了，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指出，台湾天然气储存空间有限，安全存量大致只能维持约8天左右。8天，你没听错，就8天。也就是说，如果荷默兹海峡持续封锁超过1周多，台湾就会开始面临缺电压力。而且在这场危机中，全球天然气供应如果因为荷默兹封锁1年，将比2024年水准缩减约 15%。 中东的供应缺口只有一部分能被美国、澳洲和加拿大的新产能弥补。而台湾最重要的产业是什么？半导体。台积电生产全球 90% 以上的先进制程晶片，也就是3纳米以下的尖端产品。这些晶片需要极其稳定的电力供应，厂房里的温度和湿度要精确控制，任何一次突然断电都可能报废价值数十亿的再制品。一旦电力出问题，不止台湾经济受创，全球的汽车、人工智慧、军事和医疗产业都会跟着遭殃。而且半导体制造还需要一种你可能想不到的东西——氦气，特别是在冷却和光刻环节。全球约1/3的氦气供应来自海湾地区，特别是卡达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因为氦气是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品，所以一旦中东出问题，连半导体的原材料供应都会受影响。日本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面临同样的风险。专家甚至警告电力与半导体产业链可能出现结构性断裂。你看，一条远在中东的海峡竟然能如此深刻地牵动台湾2300万人的日常生活和全球科技命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伊朗那场差点发生的末日轰炸对台湾来说也是生死攸关。那台湾政府有做什么应对吗？有的，但你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够。
经济部评估能源调度压力可能出现在4月之后，要求中油与台电启动分阶段应变机制。第一阶段是分散进口来源与提前调货，跟澳洲和美国协调。中油在2025年跟美国天然气公司签了长期合约，未来会提高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进口比重。第二阶段是区域调度，跟日本和韩国保持联系，评估调整气源。最后的手段是到国际市场买现货天然气，但全球抢气的情况下，价格肯定不好看，甚至连重启核电都上了议程。台电已经跟美国西屋公司合作评估核3厂，如果审查顺利，最快2028年重新运转。但问题是，2028年距离现在还有2年，这2年中间如果再出事呢？好，能源危机已经够吓人了，但它还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让人夜不能寐的是美伊战争背后那个更大的棋局。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北京。当美军航母战斗群被迫重返波斯湾，当五角大厦的注意力被中东战火牢牢拴住的时候，中国在做什么？答案是，它什么都不用做，只要静静等着就好。首先，中国在能源方面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根据2026年初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中国的石油总储备估计已达13到15亿桶，相当于120到140天的净进口覆盖量。而且中国对伊朗石油的依赖程度不到2成，就算伊朗供应完全中断，中国单靠现有库存就能撑好几个月，不需要在市场上恐慌性抢购。更早之前，中国就已经在分散风险，降低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依赖，转而增加从俄罗斯和沙乌地阿拉伯的进口。俄罗斯因为受到西方制裁，没法向欧洲出口石油，在美军攻击伊朗之后，俄罗斯原油更大量流向中国。2026年初的数据显示，过去大量从伊朗进口石油的中国独立炼油厂早就嗅到风向，减少了伊朗石油的采购。而且2025年1月，中国通过了国家储备法，把政府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整合进国家储备体系。这意味着，当国际油价飙升的时候，北京可以一声令下，让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巨头释放商业库存稳定市场，而不需要动用最核心的军事战略储备。你品品这个布局，是不是很像下棋的人早就看到了后面好几步？所以当全世界都在为荷默兹海峡封锁而恐慌的时候，北京稳如泰山。它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反而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窗口。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毫不留情地指出，川普这种好战外交可能减少盟友之间的互信，让中国在亚洲获得更大操作空间，填充美国减少外交斡旋后的权力真空。剑桥大学国际法教授魏乐也警告，美国无视国际法的武力行动，为其他诉诸武力的国家创造了先例。未来美国将难以在法律或道德高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或中国的扩张主义。你想想，如果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授权就轰炸伊朗，那北京有朝一日宣称为了统一而对台采取行动时，美国还有什么立场去谴责？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张国成说，持久战将耗尽美国武器库存，分散其对亚太地区的注意力，并助长国内反战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使习近平相信，在对台施压甚至动武方面，他的位置比战争开始前更有利。战争持续越长，就越能为中国提供观察美军思维模式和研判台海应对方案的参考。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防分析师哈里森也承认，这场战争为中国提供了观察美军高端装备实战表现的绝佳机会。更让人担心的是认知战。路透社取得的一份台湾政府内部备忘录显示，台北警惕北京利用中东战争对台展开认知战，比如散布以人工智慧生成的网络影片，声称台湾面临毁灭性的能源危机。国台办也趁机喊话，说大陆愿意为台湾同胞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保障。你品品这话是关心还是威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更在官媒上公开嘲笑，说美售台武器都是阉割版，在解放军面前下场只会更惨。川普自己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说荷默兹海峡跟美国关系不大，那些依赖这条海峡的国家应该多跟美国买油。他甚至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专访中说，因为北约盟国未能支持美国攻打伊朗，他正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
你想想这代表什么？一个正在考虑退出北约的美国，你觉得他有多大的意愿去保护远在太平洋另一端，跟自己连正式外交关系都没有的台湾？经济评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不再把自己当成国际稳定的担保人了，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舞台演员，利用对石油的掌控来增强自身实力。过去的美国总统认为，石油自由运输是需要美国独自捍卫的国际公共财。老布希当年出兵波湾，就是为了不让独裁者掌控全球的石油库藏。但川普的态度完全不同。好了，说到这里，让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的重头戏。美国智库讲的台湾地域景象到底是什么？地域景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在2024年6月提出的。他主张，一旦中国入侵台湾，美军可以向台湾海峡大量投放无人系统，把台海变成无人地狱。灵感来自乌克兰用低成本无人机抵御俄军的经验。他还说，敌军若发动侵略，会在初期1个月内度日如年。2026年2月27日，就在美伊战争开打的前一天，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那份30多页的报告。报告核心是，台湾应该建立由登陆滩头向外延伸，纵深约80公里的4层海上地域战场。第一层距离海岸40到80公里，这是最外围的拦截线。台湾运用长程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载具，搭配诱饵无人机、反舰巡弋飞弹和超音速飞弹，对共军防空系统发动饱和攻击。什么叫饱和攻击？就是一次发射大量真假目标混在一起，让解放军舰队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正的飞弹，哪个是假的诱饵，被迫全面拦截。这样一来，共军会迅速耗尽舰载防空飞弹，让整个舰队暴露在后续攻击之下。想象一下，你手上只有10发子弹，但敌人同时朝你扔了50个东西，有石头，有手榴弹，有假炸弹混在一起，你怎么办？只能全部打，10发打完就任人宰割了。这就是饱和攻击的逻辑。第二层距离海岸5到40公里，主要锁定共军的登陆舰。台湾先在这片海域大规模布雷，形成一片死亡水域，然后在共军尝试扫雷和清除障碍的时候，用无人机和飞弹持续攻击，让对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扫雷的时候挨炸，不扫雷就过不去。第三层距离海岸5公里以内，利用具备自主末端引导技术的 FPV 无人机和短程火箭精确摧毁登陆艇。自主末端引导的意思是，无人机在最后攻击阶段不需要操作员远端控制，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完成攻击。这非常关键，因为共军一定会全力干扰台湾无人机跟控制人员之间的通讯。但如果无人机已经不需要外部指令就能自主攻击，那干扰就失去了意义。第四层，登陆滩头本身，台军部署地雷和武装无人地面载具，把敌军钉死在滩头。报告特别指出，当登陆艇停在沙滩上卸载人员和装备的时候，是最脆弱的。那些静止不动的船只就是活靶子，可以被集中火力毁灭性打击，将入侵部队击败于水际。报告最关键的讯息是什么呢？是这句话：地域景象应该被视为台湾自身的防卫构想，而不是单纯的美国作战方案。因为除非美军在台湾驻军，否则美方必须依赖射程更远、成本更高且数量有限的远程无人系统。相较之下，台湾本土更适合运用大量小型低成本无人机。报告建议，台湾应该把更多资源投入国内国防产业，扩大自主无人机生产能力。这份报告基本上在告诉台湾，别指望美国帮你打仗，你得自己救自己。报告也描述了共军攻台可能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规模预备性打击，目的是切断台湾的网路，瘫痪民用设施与军事通讯。接着对台湾的飞机、船只、飞弹发射器、雷达站和指挥总部发动数千次空中与飞弹打击，企图削弱防卫力量，瓦解抵抗士气。第二阶段是渡海与2栖登陆。第三阶段是突破滩头阵地向台北推进，同时建立大规模海上物流管道，确保补给。但在推进过程中，入侵部队必须克服台湾的山隘、河流和密集的城市地形，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噩梦般的作战环境。帕帕罗在国会作证时说，地域景象的核心不是要取得制空权或制海权，而是以低损耗的方式阻止对手取得这些优势。
他以乌克兰在黑海的经验为例，说乌克兰没有传统海军，照样让俄罗斯黑海舰队损失惨重。台湾完全可以复制甚至超越这个模式，但他同时发出严厉警告，说北京2024年对台施压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 300%。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不只是军演，更是为强行推进统一而进行的模拟预演。他说美方正在观察解放军装备、人员和弹药的转运情形，也在深入研究中国运用的非军事性国家力量工具。现在让我们来看美伊战争在台湾社会引发的另一场风暴。就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CNN 刊出了一篇长篇报道，标题是随着台湾加强对中国的防御，有些人正在策划逃离计划。报道揭露台湾不少民众已经开始启动备案人生。51岁在台北从事金融业的叶先生告诉 CNN， 他3年前就在新加坡开设银行账户，把1/5的财产转移海外，还为自己和妻子取得了土耳其国籍。他说发生的几率或许不高，但一旦发生损失会非常巨大，所以需要有 B 计划。他还说美国深陷中东冲突，进一步削弱了他对国际秩序的信心。他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我们正在看到单极世界开始瓦解，没有任何一个强权能主导局势，基本上如果我要出国，最重要的就是资金和护照。他的想法来自香港朋友。2019年反送中之后，大批港人离开，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在台湾社会流传。俄乌战争后口号又变成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现在美伊开打了，焦虑感更加深了一层。移民顾问观察到明显趋势变化，过去台湾人移民目标是美国绿卡或加拿大枫叶卡，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投资入籍，比如圣露西亚、万纳度和阿联。重点是分散风险、分散资产、分散身份。在曼谷做房地产经纪的赖先生说，70%的客户咨询跟地缘政治有关。有已退休的67岁郭先生10年前就开始在柬埔寨买房，起初是投资，现在是为了防范台海战争。他认为统一问题将在习近平任内解决。这篇报道在台湾引爆了巨大争议，财经专家谢金河第一个跳出来说 CNN 又来捅台湾。他指出，从70年代退出联合国到台美断交，这种现象一直都在。最可怕的是在台湾成长发大财，却心里爱别人国家的人。他还讽刺说，很多有钱人跑去杜拜买豪宅觉得安全，结果这次杜拜也被炸了，机场一度关闭。所以哪里才是真正安全的地方？台派网红徐碧质问台北房价崩盘了吗？有像 SARS 时期短短几个月下挫 15% 吗？486先生更直接呛逃，生个鬼啊！说当年中国对台发射导弹的时候，很多外省人逃离台湾，把房子便宜卖掉。国际观察家方恩格说，外媒写台湾人怕打仗要离开，对赖清德政府非常丢脸。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呼吁国人应该当自己国家的主人，如果因为避险而放弃守护自己的国家，未来无论到哪里都只是客人。但专家也提醒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有外国护照，暂时撤离也不是你想走就走的，机场可能是优先攻击目标，离境高度依赖军事或国际支援。部分民众甚至开始考虑马来西亚等可以透过海路抵达的地点，或者提前规划前往葡萄牙、马耳他等国的长期居留方案。好，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线索串起来，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只差2天伊朗救了台湾？让我先理清川普反复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间线。3月21日第一次给48小时，3月23日改口说谈得不错，延后5天，3月27日又延后10天到4月6日。4月4日 F-15E 刚被击落，川普怒给48小时，期限推到4月7日。4月5日又多延了24小时。伊朗始终强硬，他们拒绝临时停火，提出10点停战方案，要求永久结束战争，保证不再遇袭，解除所有制裁。作为交换，愿意开放海峡，但要收每艘船200万美元通行费，跟对岸阿曼分账。川普回应说是重大提案，但还不够好。4月7日大限之日，局势升温到极限。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关闭了与美国所有沟通管道。川普在社群平台威胁，几乎没有任何目标会被排除在外。伊朗军方回呛说，击败伊朗的幻想已变成将吞噬你们的泥沼。
伊朗青年部号召民众到发电厂前手牵手站成人墙。伊朗总统说1400万人准备为国牺牲。美军已经连夜轰炸了哈尔克岛，那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多座桥梁也遭空袭。调停方高度担忧，一旦美以全面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的报复将波及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和供水设施。那些替美国站台的海湾国家，比如沙乌地、阿拉伯和巴林，已经开始承受伊朗的报复性导弹攻击。伊朗甚至向以色列中部、沙特和巴林发射了导弹，连接沙特和巴林的法赫德国王大桥被迫临时关闭。就在最后90分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紧急与川普通话，这是在过去24小时密集沟通后的最后一搏。川普最终同意暂停攻击2周，条件是伊朗立即、全面且安全地重开荷默兹海峡。川普说他收到了伊朗的10点方案，认为有谈判基础，双方在多数争议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消息传出后，荷默兹海峡两侧已经聚集的超过1000艘船只开始准备通行。一艘伊朗油轮和一艘希腊散装货船率先在波斯湾内启动，准备穿越海峡，成为停火后首批测试通行情况的船只。全球市场如释重负，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停火，后果不堪设想。伊朗能源设施被全面摧毁，波斯湾国家石油和供水设施遭连锁报复，全球原油供应短缺 20% 以上，油价飙破$150，台湾8天天然气存量根本撑不住，电力崩溃，半导体停工，经济瘫痪，美军深陷泥淖，武器消耗，国内反战高涨，北京趁虚而入的可能性大增。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专家指出，如果北京复制伊朗剧本用在台湾，效果会加倍恐怖。伊朗掐石油有替代方案，但中国可以瞄准半导体，而晶片断供是无解的。而且北京更具可否认性，可以宣称维护主权、海上安全检查，避免直接开战，却让国际社会陷入是否值得为台湾晶片而战的困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海警舰队，数千艘渔船民兵，先进反舰导弹，可以从低强度骚扰逐步升级到切断金融服务，形成多层胁迫网。台湾海峡承载全球 20% 的海上贸易，冲击范围远超能源。所以从荷默兹海峡到台湾海峡，从石油到晶片，从伊朗到中国，这不是两场独立的危机，而是同一盘棋上的不同棋子。最后让我做一个完整的总结，这场美伊战争暴露出5个对台湾至关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是有限的， F-15E 被击落， A-10被击中，川普考虑退出北约。如果连伊朗都能让美军吃亏，面对军事实力远超伊朗的中国，美国真的有余力保护台湾吗？而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虽然说美军同时应对多重威胁的能力依然强大，但1天之内折损2架飞机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第二，台湾的能源安全极其脆弱， 95% 能源进口，8天天然气存量，近80%原油经荷默兹海峡，这不是遥远的假设，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政府的应变措施需要时间，分散进口来源，重启核电至少要到2028年，远水救不了近火。第三，认知战已全面开打，北京散布能源危机影片，国台办喊话保障能源，社科院嘲笑美售台武器，目标不是让你相信什么，而是让你开始怀疑一切，让你觉得反抗是徒劳的，让你还没开打就先投降。CNN 的报道虽然引发争议，但资产外移和护照申办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第四，地域景象报告告诉我们，台湾不能依赖美军，要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反舰飞弹、水雷和自主攻击系统，建立4层纵深防御。台湾已提出400亿美元特别军事预算，能不能花到刀刃上是关键。第五，能源政策需要根本性反思。日本在危机前21天就重启了核电站，欧洲实施价格封顶，中国把未来能源列为国家战略。台湾如果不在再生能源、核能和储能上取得突破，永远是全球能源危机中最脆弱的那个环节。只差2天，如果那场停火晚来2天，如果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如果伊朗能源设施被全面摧毁，引发连锁报复，台湾今天面对的可能就不是在手机上看新闻这么简单了。
但这次停火只有2周，而且停火才刚宣布，各方说法就已经出现分歧。以色列加强轰炸黎巴嫩，伊朗指控以方违反停火，伊朗甚至停止了油轮通行荷默兹海峡。截至目前，停火看起来已经岌岌可危，这场危机远未结束。而更大的未知数是，在这场中东战争中默默观察、默默积蓄力量的北京，它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分析师已经点明了最核心的逻辑。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并非短期油价波动，而是当盟友分身乏术时，中共加速推进的灰色地带行动。美伊战争的最终赢家或许并不在战场之上，而是在烟硝之外静候时机的北京。台湾该怎么办？答案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把自己变成一只真正的刺猬，让任何敢咬你的嘴巴都会被扎得鲜血淋漓。不依赖任何外部力量的善意，让侵略的代价高到对方无法承受。地狱景象不是一个恐怖故事，而是一份生存指南。这个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权力重组，单极体系在瓦解，多极竞争在加剧。每一场远方的战争，每一次海峡的封锁，每一个大国的眼神，都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只差2天，伊朗差点把全世界拖入深渊，而台湾就站在深渊的边缘。下一次，我们还会这么幸运吗？